看看啊，你看看你穿的这是什么？住院住了那么久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药味，闻着就想吐。说你是保洁都是便宜你了。怎么变成这样？你和那个女人尽情去酒店，又和那个女人刚刚手牵手，在干什么？在你心里，还有我这个妻子吗？你管我干什么？告诉你，今天是我的生殖宴，你是不是来丢我的脸？妈，能不能别闹了？我爸他升职不容易，你说你帮不上忙就算了，你能不能别在这添乱？就是，你看看你，又老又土又体弱多病，干点家务就喘得不行。再看看沈阿姨，优雅大方、漂亮得体，多给我们长脸啊！哎呀，嫂子，今天是平川的升职宴，来的都是达官显贵，我帮他长长面子是应该的。你没有资格和我讲话。陆平川，他到底是谁？嫂子，你别生气，我和平川就是20多年的好朋友。啊！你这么凶干什么？这沈阿姨对我们可比你好太多了。沈阿姨能让我们两个上名校，一毕业就有好工作，还能让我爸升职加薪，你能给我们什么呀？你们以为这些都是他给的？心妍，你帮他们安排一下吧。干妈，你为了辅导他们两个的学习，眼睛都得了老花了，结果呢，他们一上高中就全都荒废了，还管他们干什么呀？他们也是我的孩子，毕业了，你也帮他们安排一份好工作吧。好吧。我耐心辅导你们那么多年，你们原本凭自己的本事就能拥有一切。哎呀，行，你们辅导有个屁用！我们上高中的时候，沈阿姨就说好了，让我们敞开了玩，前程人家都给我们安排好了。多亏了沈阿姨，让我们不用吃学习的苦。高中学习多累呀！读书自有万般用，难怪你们成绩下滑，原来都是他出的馊主。就是你，害得我10几年的教育都白费。我就是想让孩子们有一个快乐的青春。嫂子，你也不容易，要不我把你安排进寝室当保洁，就当做补偿了，好不好啊？谁欠你的补偿？没你没事吧？请全力道歉！陆平川，你居然为了外人打我！秦总，不好了！听说秦董被陆平川欺负了。什么？早知道我就应该坚持跟着去。北城，我要替我妈出口恶气。还让我向一个外人道歉！外人？沈梅才不是外人，她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。那我呢？我们结婚30年，为了照顾你，我忙里忙外，落了一身病，我算什么？算你活该！
秦岚，你别在这胡搅蛮缠了，行不行？今天是我的生日夜，你别给我丢人，行不行？丢人！你之前病了20年，我带病照顾了你20年，那个时候怎么不嫌我丢人？都10年了，医生，你丈夫能活到现在真是奇迹。不过，他现在已经白血病恶化严重，必须尽快进行骨髓移植。用我的？你确定？这个手术对你来说风险很大，会加速衰老，而且你也带病照顾他10年了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身体会被拖垮呀。我愿意。不仅如此，我甚至还……行了，我就是带病干了几天家务活嘛。沈梅为了救我，捐了很多骨髓给我。这是我欠她的，为了她做一切都是应该的。捐骨髓，你真的以为当年捐骨髓救你的人是沈梅？不然呢？难不成还是你呀？陆平川，当年给你捐骨髓的人就是……哎呀！沈梅，沈梅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捐骨髓手术留下的后遗症罢了。平川，你别怪嫂子，她病了这么多年，也不容易。有什么不容易的？生了点病，连家务活都干不好了。秦岚，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骨髓缺了那么多，干不了重活，受不了伤，你竟然还敢打他！平川，你别怪嫂子了，她只是对我有一点误会，我真的没关系的。陆平川，你到底还要被这个女人骗多久啊？我才是你的妻子，骨髓也是……跪下，给沈梅道歉！你让我跪下给她道歉？做梦！我今天就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我才是你的妻子，沈梅就是小三。够了！小芳，太过分了！你非要让沈阿姨当众难堪是吗？你说什么？她难堪？难道我被当众当成保洁，大病未愈被你爸羞辱，我就不难堪吗？你穿这么恶心，还病殃殃的，让大家知道你是我妈，不是让我难堪吗？小雨，连你也这么想？不然我该怎么想？妈，你该清醒了，你病了，活不了多久了，我们要有个新妈妈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可是你们的亲妈。你们小时候，我害怕你们吃不饱，天天送饭去学校。小时候你们生病，我冒着大雪走了10公里送你们去医院。我这一身病，都是因为照顾你们落下的。你们就是这么回报我吗？今天是爸爸的生日夜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让你跪下，给我道歉！
你现在跪下给小月和沈阿姨道歉，这事就算完了。你们也要让我下火？我可是你们的亲妈！亲妈又怎么样？我也是你能打的吗？何况你能有沈阿姨对我们好吗？我为啥都是沈阿姨给我找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医院？你还整容了，那些都是有后遗症的，而且自然的才是最好的。够了！你知道我为什么整吗？就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，我就随了你的急。你要是像沈阿姨那样长得那么漂亮，我至于整容吗？没错，要不是我长得像我爸，我也整了。况且人家沈阿姨刚送我辆川崎摩托，价值50万，你送我什么了？一辆摩托就把你收买了，而且骑摩托很危险的，你知不知道？送不起你就说送不起，扯什么危险？你就是个连自己都养不起的老女人，你离开我爸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你不就是会做饭、洗衣服吗？这些我们找个保姆也能干嘛？带你长大，居然是人之辈。你整天就会拿这些说事，哪一点本事？你看看人家，年轻、漂亮、有能力。我爸升职，我跟妹妹进秦氏集团，都是人家一手安排的。要是不愿意道歉，有我滚出去！不在这丢人现眼。嫂子，你就先回去吧，我最想的。你看看人家沈阿姨多大度懂事，你不行，不能让他走，他还没给沈阿姨跪下道歉。他要是跪下道歉，沈阿姨的面子往哪搁？你竟然给你亲妈跟别的女人下跪！我也要你道歉。跪下！道歉！我让你跪下，给小月和沈阿姨道歉！住手！爸，王小姐在哪一层包厢？就在前面。陆总，这怎么回事？还没处理好啊？大伙儿们得等着你喝酒呢。哎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家里的保洁不懂尊卑，我先把这活处理完，完了一会儿我去找你们啊。那好，那你快点来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慢走啊。快跪！不会跪，对不对？今天必须道歉！这就我就当原谅你了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嫂子，快起来！我也原谅你了。我不原谅。我妈不原谅你了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原来这个疯女人真的是不识好歹，跪下来道歉已经是够给她面子。哎呀，那你别生气，嫂子以后会想开的。毕竟，就是爸，你就别管她了，她就是个家庭主妇，整天就是做饭洗衣服，这根本配不上。对呀，爸，你看沈阿姨多温柔漂亮的，那个病秧子每天只会抱怨。哎呀，你别这样说，嫂子她毕竟是你妈妈，虽然她老生病，但好歹照顾你们这么多年。操！他那种照顾，我们才不稀罕呢。沈
阿姨，你才是真正为我们家着想的人啊！师妹，你说的对，秦岚那个疯女人根本不配做我的老婆。等我跟她爸爸回手去办了，我定亲。为啥你小月好像没人来？秦岚那个根本。我这一切全是白眼了，他们的一切都是你给的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你们还这么欺负你？换了骨髓，后续还要一大笔钱，该怎么筹啊？别担心，我有办法，你只需要好好休息。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要是你没有嫁给我的话，就不会这么辛苦。结发为夫妻，生死两不弃。为了照顾他自己，一直隐藏着，甚至为了照顾他和孩子，积弱成疾，没想到却是今天的局面。当年你为了给他换骨髓做手术，于外婆最后一面都没见到。这是他托我交给你的，就让我自己想办法交给你。兄弟着了，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听外婆当年说，如果有一天她把传家手交给我，就是原谅我。后天就是外婆的忌日，这些年你一直因为自责没有去，也这次再去。孙特助，去帮我办一件事。大家都喝好啊！哎，小月啊，以前那老中医说过，你肾不好，不能喝酒。没事儿，那老不死了，只要我喝酒回去，都会给我煮醒酒汤的。咱们为了沈阿姨，已经决定和那老东西断绝关系，以后怕是见不着他了。什么？那谁给我煮醒酒汤啊？说就是煎酒汤嘛，待会儿阿姨啊，去给你们买最好的，就随便喝。对，好不容易摆脱了那个累赘，我又身居高位，简直就是双喜临门呀！今天大家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哎，什么？
被取消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知会临时决定调整的人事安排，您的生日仪式已被取消了。我的天，这件事情不是3个月前已经定好了吗？人事部安排是董事会集体决策，至于具体原因，我们无可奉告。爸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取消了。什么？肯定是那个女人与公司闹事。不仅是人，爸的品行不端呐！真是恶心！有病就去治病，为什么要祸害我们？宇哥，别着急，我给你救了。喂，秦总，是我，技术部总管沈家的沈梅。你这种级别还不配找我？等一下，秦总，这样的，陆平安的升职被取消了。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秦总，平川的工作能力和人品都十分出众，应该是他妻子嫉妒他才会。你是以什么身份跟我谈？陆平山小山，还有，以你的职位和地位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让秦总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毕竟平川为了公司才出了很多嘛。好啊，沈小姐。既然你这么诚恳，那我就给你个建议。请讲。过几天公司有一个董事长见面会，到时候你带上陆平川一起过来，我保证会给你个大惊喜。谢谢秦总。好消息，董事长什么？董事长已经30年没有出现了，这次突然召见爸，那咱们陆家岂不是要一飞冲天了？还是沈阿姨厉害，像那个病秧子只会祸害我们。你看，现在升职被取消，估计是有人强装做客，但只要你这次好好表现，肯定能拿下的。这是我的福星啊！爸，只要你得到董事长的青睐，咱们陆家以后在公司可以横着走了。不仅如此，以后参加这些豪门圈子的活动，谁都得多看我们一眼。没想到还是回来了。上次离开是因为他，这次也是为他。陆经理，久仰久仰，短短10年就从基层干到分部总经理，真是前途无量呀！哪里，都是董事会的安排，我也只不过是听命行事。是呀，我爸的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这次董事长召见，肯定是要重用他的。林川啊，看来大家对你都很期待呢。等董事长来了再说吧。啊，董事长怎么还不走？应该差不多了。行。爸，董事长怎么还不到？说不定啊，在安排什么重要的事情。毕竟董事长啊，架子大点也很正常的。
这次董事长见面会的规格可不一般，能直接见到董事长，说明他很重视这次会议。我听说老董事长是个女的，我就很好奇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创立这么庞大的集团？个女流之辈嘛，她能走到今天，我估计就是运气好，赶上了好时代。要不就是有很厉害的后台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次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。平川，你一定要主动表现，说不定董事长会对你刮目相看呢。放心吧，只要能见到老董事长，我就有信心说服拿回我自己的位置。哎，听说老董事长当时是风华绝代的商业奇才，这些年还在暗中指引着。确实了不起，能把集团干到今天这个地步啊，不简单。不简单。再厉害也就是个老女人。我还真想看看她到底有什么能力。希望他别太傲慢，到时候等他主动示人。你紧张一点，相信董事长下次好运气。难道我妈是董事长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他结婚几十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不清楚？他只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他真是病疯了，这想要彻底搞黄我爸的好事啊！秦岚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啊，这里可不是你能来的地方，赶紧滚！否则的话，冲撞到了董事长，你可担待不起。陆平川，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董事长？就你啊！别以为你穿了一身西装就可以跻身上流社会了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势的病秧子罢了。你好好在家养病不行吗？非得跑出来丢人吗？这是你来的地方吗？就是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，赶紧走吧。秦岚，这是一份离婚协议书，赶紧给我签了，签完赶紧滚！陆平川，你真的要我签字？少废话，签完赶紧滚！好，你可别后悔。等一下，这是一份断绝母子关系的文件，把这个也签了。我可不想摊上一个卧病在床、对我什么帮助都没有的母亲。最近刘干林不知道成子好得快。妈，你这自己还发着烧呢，还找妈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。乖啊，快吃吧。小冯、小月，你们真的要跟我断绝关系？你别废话了，行吗？赶紧签字吧，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瓜葛。就是像沈阿姨那样年轻健康的人才配当我们妈。你这样的装可怜，没有人会在乎的。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，都是我给予的。签了字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真的不后悔？你给予？你在开玩笑吗？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爸挣的，跟你个病秧子有半毛钱关系吗？好，既然你们这么决绝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后悔。
哎呀，妈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离了我爸，你该去哪儿流浪吧。就是沈阿姨和我爸才是最般配的一对儿。一会儿董事长来了，可是要宣布我爸就任总经理，到时候我们陆家可就要跻身豪门啦。你怎么那么确定是升职？如果你爸会被开除呢？既然陆平川觉得他的一切都是沈大给的，就要拿回我给他的一切。你早就该这么做。陆平川，从今天起，你被开除了。秦岚，我看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是不是身体有病，脑子也有病啊？啊？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今天的董事长见面会就是给我爸办的，董事长特别器重他。你一个家庭主妇，你凭什么开除我爸？秦岚，我知道，离开我之后对你的打击很大。离婚之后，你要是找不着工作的话，看在夫妻多年一场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份别的工作。毕竟你只会做这份工作了。啊！我不需要你的可怜，很快你们就会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主宰者。你们，给我站住！董事长的位置不是你这种人能靠的。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是董事长的位置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你凭什么坐上去？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家都害死啊？你不就是因为我爸要跟你离婚，你存心报复？你怎么能这么歹毒？这就是我养的好儿子、好女儿啊！该滚的人是你们！你别不知好歹！陆平川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妻子，你没资格对我动手。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在京城彻底翻不了身！我看你是疯了，你脑子不好了！你们在这吵什么呢？表哥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儿有一个疯女人，刚才非要去做董事长的位置，你赶紧把她赶出去啊！这位女士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？董事长的位置可不是谁都能坐的。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我是谁？该不会这个女人真是董事长吧？表哥，她是陆平川的妻子，就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。今天平川要跟她离婚，她受到了刺激，才会在这发疯的。妈，你是不是得了什么妄想症啊？董事长的位置也是你这种人能坐的？妈，你还是回去洗衣做饭吧，这种场合是你来的地儿吗？得罪了董事长，我们全家跟着玩完。原来是个疯女，保安，把她给我撵出去！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秦岚，我知道，你今天做这些完全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力。不过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心里只有沈巍，咱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赶紧给我滚！陆平川，你真是想得太好了。现在我多看你一眼，我都觉得恶心。秦岚，既然你这样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，这就是你妈留给你的遗物，也不怎么样啊！还给我，那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。
可以呀，但是你得先给我跪下，给所有人道歉。今天就是因为你，让我丢了多大的脸面！平川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？你刚才不是挺嚣张的吗？啊，现在知道怕了，那就给我跪下来磕3个响头，我就把镯子还给你。怎么，不想要啊？好啊，那我就把它扔了。不要！我不会。哎，这还差不多，3个响头，1个都不能少。还有2个，继续。嫂子，你看你早点跪下来道歉，不就没事了吗？不要！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，秦总，您怎么亲自前来了？你们在这闹什么？今天是董事长的见面会，谁允许你们在这胡闹？秦总，您别生气啊，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，董事长要亲自给平川升职呢。秦总，您能亲自前来，我真的是很荣幸，能得到您和董事长的青睐，真的是我3生有幸啊！刚才有人在闹事，是有一个疯女人，她在这儿大吵大闹的，我们就把她赶出去了。你们没有人见到秦岚吗？秦总怎么会认识秦岚？应该只是同名同姓的人吧？秦总，您说的秦岚是谁呀？是啊，秦总，我们这儿来参加宴会的都是贵宾，没有您说的那个人啊。确定？秦总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要不您去问问别人。好，我希望你们说的是实话。如果让我发现你们有人在撒谎，后果清楚。这个玉镯是谁的？它的主人在哪儿？秦总，你就别在意这些小事了。今天最主要的事情呢，就是给平川升职。啊，刚刚就是这个玉镯的主人在闹事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把它给处理好了，不会影响今天的见面会的。对，刚才是有一个疯女人在这闹事儿，但是您放心，我们已经把她赶走了。疯女人？你说她是疯女人？对，她刚才这大喊大闹的，所以我们只好把她赶走了。你闭嘴！赶紧告诉我，她到底被你们弄到哪里去了？秦董事长，您没激动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秦总，你别生气呀，平川他真的不知道。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，她到底在哪里？你怎么样？醒醒！秦岚和秦总是什么关系啊？秦总怎么叫他妈呀？
你再坚持一下，医生马上就到了，我先替你处理一下他。是谁把他伤成这样的？哎呀，秦总，这都是误会。哎，这个女人因为平川要跟他离婚，她在会场发疯，我们怕她影响了董事长，不得不处理她的。她也是你们能动的人。秦总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女人呢，她是我的前妻，所以她在这里闹事儿，我把她收拾一下，也是理所当然的嘛。她到底是谁？你不是说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吗？看他们那么亲密，该不会是那种关系吧？哦，早就听说秦总不近女色，原来好这口。我就说你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怎么那么爽快？原来是你已经爬上高枝了呀！陆品川，你再说一遍！星言，别为这种人生气。我说呢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能混进这种场合？啊，原来是碰上了秦总的大腿呀！没想到啊，我妈竟然是个不要脸的贱货！那你平时装什么清高？可不嘛！就算他是秦总，你冒充老董事长也是死路一条。该不会秦总真的和这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吧？那谁知道呢？要是他们真没什么，秦总怎么可能会帮一个家庭妇女出头？反正啊，他们关系肯定不一般。秦总也是瞎了眼了，看上你这种货色，该不会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吧？你莫不是性无能吧？啊，所以你才会看上这样的老女人。居然敢打我！陆平川，把你那些龌龊的心思收起来。心妍从小无父无母，是我把她养大成人的，她是我的家人。你把她抚养长大的啊？我跟你一起过了几十年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分明都是有奸情！你就是个不要脸的！他比我老那么多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你怎么配当我妈？这些年，我对你们真是太溺爱了，连最起码的尊重都不懂，对自己的亲生母亲恶言相向，简直让我失望透顶。来人，把他们扔出去！别动手！我看谁敢动手！我告诉你们，这会是老董事长专门为我准备的生日宴。老董事长没来之前，我看谁敢动手！秦岚，别以为你放上了秦总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了。真正的上面可是还有着老董事长呢。老董事长不发话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陆平川，董事长确实有东西交给你。这一定是董事长亲笔签名的升职通知书呀！从现在开始，我爸就是区域总经理，我看你们谁敢欺负我们！绝对不可能！爸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怎么是开除通知了吧？是你，一定是你搞的鬼！绝对是假的！上面这张废纸上连秦董事长的亲笔签名都没有，根本不可能是真的！秦星燕，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代替老董事长发号施令？
伪造公章是刑事罪，老子就报警，把你们都抓起来！谁动我儿子？谁敢动我儿子？来人！谁敢动我？我要见董事长！除非老董事长亲口跟我说，否则我绝对不相信。扔出去！进来！你给我等着！撒手！撒！一定会为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。等我成为了总经理，第一个先收拾你们这帮狗仗人势的东西。因为你，我20多年的事业全毁了。我看你也是眼瞎了，看着陆平川这个老东西。平川，快打我！事情还没查证清楚，你揍他干什么？等真正的董事长回来，我就还是总经理。给我等着！喂，平川呀，明天是我的80大寿。妈，您放心，明天我一定给您办一个最风光的寿宴。奶奶以前寿宴都是妈妈一手操办的，那现在……奶奶平时最爱攀比了，这80大寿要是比以前还寒酸，这肯定会大发雷霆啊！有我的盛世豪庭别墅吧，那可是价值几十个亿的别墅，自带直升机停机坪，够不够排场？沈阿姨，您才是最配得上我们家的人，这个老女人给您提鞋都不配。你什么时候买的别墅？幸好我提前做了准备。姐，业主常年住在国外，这20几年都没有回来过了，你就放心住吧，但可千万不能弄坏东西啊！要是突然回来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搬出去。放心吧，以后每个月啊，我都给你2万的封口费。就上个月嘛，人家想给你个惊喜，咱们现在赶紧去看看场地吧，快走！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。爸，我们俩先去接那个奶奶过来啊！去吧。走。干妈，你现在和陆平川已经离婚了。既然从陆家搬了出来，那你准备住哪？盛世豪庭，我在那儿有套别墅，买了之后一直空着。好，我让管家带人去收拾。要不要给您换套新家具啊？不用这么麻烦了。这些年，公司也好，私事也罢，多亏有你。干妈，咱们之间还客气什么？这才配得上我们陆家的身份。是我邀请的，你不介意吧？以后都是自家人了，当然欢迎。快请坐，快请坐。祝伯母鸿福齐天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沈梅呀，你真有心了。就是不知道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家儿子结婚呀？我那群老姐妹都等不及要喝喜酒了。你的亲嫂子比原来那个拖全家后腿的丧门星强10000倍。大哥呀，可算是苦尽甘来，等来自己的福气了。嫂子，这些名画都是你收藏的吗？居然连张大师的名作也有，都是真迹吗？嗨，不值一提。你们要是喜欢的话，随便挑2幅回去，拿回去当装饰。嫂子，你真豪横！这张大师的作品最便宜的少说也要8位数了。反正那个别墅业主暂时也不会回来，到时候我把几幅赝品放回去，
神不知鬼不觉。终于要回到属于我自己的家了。这是谁来了？啊，稍等啊，我去开门。你好，我们是来更换家里陶瓷摆件的。喂，堂姐，业主突然订购了全新的陶瓷摆件，说是要更换。好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给我摆进来。我去，最顶级的伊比利亚火腿，30多万，这薄薄的一片就300-400块了吧？老公，这么贵重东西可不能乱动。嗨，放心，今天是伯母的寿宴，寿星最大，不就是根火腿吗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沈阿姨啊，不对，妈妈，您真的是太大方了，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想过我能有这么好喝的妈妈。来，谢谢妈。宝贝儿，来。对呀，我们家妈妈就应该有这样的格局，不像某个抠抠搜搜的老女人，估计做梦都不敢想这世界上会有这么贵的肉。能娶到沈梅啊，是我陆平川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这才是我们陆家儿媳妇的气派。那个秦岚呀，简直就是个多少医药费都填不满的药罐子，是偷了我们陆家的无底洞，连我们沈梅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夫人，您的陶瓷摆件都摆好了，大家都去看看吧，快来。这质地至少得值几百万吧？妈，你太小瞧这些东西了，我看这些物件儿，每件至少价值上千万。哎，等等，这里怎么刻着秦氏家传？刻错了呗，这种仿古陶瓷啊，就喜欢玩这套。既然是个假货，那拿去装肉吧。夫人，这些陶瓷放哪里啊？就放在楼梯口吧，我要让所有客人都看看我沈梅的品味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哎呀，这是离了婚了，没地儿去了，闻着味儿就跑过来了。今天是我妈的寿宴，我不想看着你影响心情，赶紧滚！用我的别墅，喝我的酒，你们真会享受。这老东西，疯了是吧？这是人沈阿姨的别墅，你是不是因为离婚弄得精神不正常了？今天啊，是我给伯母办的寿宴，你这个继父就别在这找晦气了。秦嫂子，说你离婚后没地方住，只能住桥洞。要不我施舍你点钱，住个地下室吧。秦岚，今天是我的寿宴，这里不欢迎你个碍眼包，赶紧滚出去！婆婆，过去10几年，您的每次生日都是我精心准备，那么多年，我侍奉你比你的亲生儿女都尽心尽力，到头来也捂不热你们这一家子冷心肠。秦岚，你别在这儿装可怜，你看到吗？你一来，这厂子里的气氛都被你破坏了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否则的话，别怪我不念旧情。不念旧情。好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一根手指。这是我的别墅，你赶紧给我滚！再不滚的话，我现在马上报警告你
闯民宅？你的别墅？那请沈小姐出示一下房产证。我的私人证件凭什么给你看？你就这么看着这个疯女人？我看你这个疯女人就是见不得我们好。前几10年你吃我的喝我的啊，现在离婚了你还阴魂不散，不要脸！陈局长，麻烦你派1队人来盛世豪庭，这里有人非法侵占他人住宅。喂，姐，完了！业主好像看到别墅里有人，还报警了，你赶紧！沈经理，给你10分钟把你的烂摊子处理，否则明天你就会收到法院传票。金总，对不起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收了沈梅的贿赂，我错了，我这就把沈梅给我的钱全部退回去，求您别起诉我。你不是说这个别墅是你买的吗？啊！我为了你连婚都他妈离了！造孽哟！我这80大寿脸都丢尽了呀！我早就说过，业主回来了要搬走。现在因为你，我工作都没了，自己惹下的烂摊子自己收拾吧。谁干的？我不就是拿盘子装了点肉吗？他怎么？这是北宋年间的釉中彩，油脂沾上去色彩会花了，市场价5个亿。赔吧。妈，你怎么能让亲生儿子赔钱呢？都是这个狐狸精，是他勾引我爸，就是你赔钱！烂，你个贱人，你个烂裤裆，你赔我钱！你赔钱吧你赔钱！私闯民宅，破坏古董，还喝光了我珍藏的名酒，这笔账你们打算算在谁头上？是的，是这个贱人说这栋别墅是他买的。是你们非要给他办什么寿宴？哎，那些酒肉都是他们吃喝的。妈，我是你的亲儿子，你怎么忍心看我流落街头、倾家荡产的吗？兰兰，毕竟你和平川也曾经是夫妻，小峰和小月可都是你的亲骨肉啊！看在过去20年的份上，你不能做的这么绝情。我绝情？我掏心掏肺20多年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丈夫的背叛，子女的嫌弃，婆婆的刁难。现在跟我谈情分，现在后悔，晚了。青兰，你说这个别墅是你的，它就是你的了啊？你一个几十年都没有工作过的家庭主妇，你能买得起盛世豪庭？我看恐怕是秦心妍买给你的吧。这别墅看起来确实有些年头，10几年前就跟秦总。这个别墅就是秦心妍买给他的。哎呀，你快看啊，他们早就暗度陈仓了。天兰，原来你早就给我戴了10几年的绿帽子了啊！原来你早就跟秦心妍搞在一起了。本来一定这些样吃白眼狼废物。来人，把这群人给我赶出去！你这个没良心的大疯子！妈，兰兰，青兰，原来你是
10几件事就跟秦星爷搞在一起，老子被你戴了10几年的绿帽子。山梅，你这个大蠢货！没错，你把奶奶的寿宴都搞砸了，害得我们跟你一块丢人。田川，我一心依偎你。田川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绝情啊？郭才，要不是你说这个别墅是你买的，老子会丢这么大的脸吗？你是豪大的公司，等结了婚，拿了你手里的资产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平川，钱还仗着秦心妍给他撑腰呢。要是秦心妍在集团犯了错，董事长肯定会开除他。到时候，你是说？我们的核心专利被对手抢先跑，这绝对是内部有人吃你把坏。干嘛？我对不起你。别急，财务报表也有问题，看来是有人蓄谋已久。我现在我们带着孩子都要跳楼了，还钱！组长，我们都是人家做手术，救命钱你都拿，你们还吃吗？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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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老婆，你怎么样？老婆，你怎么样？还钱！还钱！你挪用公款包养情妇，听闻专利泄露和秦总有关，对此你有何解释？解释一下。住手！专利泄露一事，我们已经在查，此事与秦总无关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你就跟这个秦总关系不清不楚的女的吧？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还钱！停了！你一个不守妇道的破鞋烂裤裆，齐星妍倒台了，你他妈什么都不是。陆平川，那些核心专利资料只有你经手过，说是不是你卖给竞争对手的？秦总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被公司开除了啊，我哪有资格去接触核心机密啊？莫不是你监守自盗？秦总这是要杀人灭口啊！董事长要是知道，您不仅泄露公司专利，还想要栽赃陷害，他肯定不会轻饶了你。还有你沈雷，我每个月按时打款，为什么公司账户还是空的？秦总，账目有问题很正常啊，就像您经手的专利，不也说没就没吗？现在全公司都在传，是您挪用公款养狐狸精呢。沈雷，我劝你不要胡说。哎，我们可没有胡说八道啊！你们的工资全部被这个秦总挪用了公款，咱们一定要让这种黑心公司付出代价！付出代价！付出代价！这是精彩的事。
陆平川，你负责公司专利项目，沈梅掌管财务，你们联手做局陷害星源。秦岚，你一个只知道洗衣做饭的家庭主妇，你也懂商业啊？分明就是他贪污公款。就是，要不是秦心妍贪污，哪来的钱给你买别墅啊？声势豪庭的别墅，那可是价值几十个亿。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，这个钱有多少钱吗？这栋别墅是他20年前自己全款买的。秦总，你说的这个笑话也未免太不过脑子了吧？啊，她一个连1天班都没上过的家庭妇女，她哪来的钱买别墅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不上接的谁的？秦岚，就她，一个靠我养着的家庭主妇，一个吸我们全家血的寄生虫，你当我傻呀？陆平川，你给我放尊重一点。尊重？你也配？家人们，就是他，秦总用你们的血汗钱给他买别墅。今天，我们一定要向他讨回这个公道。讨回公道！还钱！今天不把钱吐出来，我们把这都烧了！今天不把货款结了，谁都别花！再见！我秦岚向你们所有人保证，待事情查清楚后，你们的钱款我一定补偿你们。你说什么东西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欢迎，凭什么相信？我以我京城首富的名义做担保。京城首富，你秦岚就是一个毫无本事的家庭主妇。你要是首富，那我沈梅就是世界首富。秦岚，你还真是疯得不轻啊！啊，你知道京城首富这4个字代表是什么含义吗？就是做1万年的家务，你也冲击不到。秦总，监控和财务记录都恢复了。假的，这都是合成的，是秦心妍栽赃我。秦心妍，你好狠的手段啊！各位的血汗钱都是被他挪走了。没错，钱是我挪走的又怎么样？但我都花在了陆平川的身上，你们管他去要！贱人，大部分钱都被你拿来买包去了，脏水你别往我身上泼！还钱，不然要你的命！还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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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钱没有？要命一条！来呀，有本事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啊！我倒想看看，秦总到底能不能把这个骷髅堵上。忘了给大家介绍，秦岚除了是京城首富外，还是秦氏集团董事长。秦岚是董事长，他要是董事长，我沈梅明天就去竞选总统夫人。就是啊，我妈这半辈子都没个正经工作，一直靠我爸养着，她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我妈董事长，这个女人20多年来就会做家务洗衣，要是真说有什么本事的话，就是靠男人养了吧。秦总，我真不知道我妈她给你下了什么蛊，但就算您要编谎话偏袒她，也应该编得像样点啊！呀，家门不幸啊，爸！我都不想承认这个女人是我妈了，这
丢人！假的，秦心妍，这是你偷的！我要告你伪造证据！沈梅女士，你涉嫌挪用公款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不是我，都是陆平川指使我的，跟我没关系，你们不能抓我，不能抓我！金总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妈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沈梅这个贱人，她骗了我呀！妈，你不能不要我们呀，我们可是你的亲生儿女啊，妈。好夫妻一场，风风雨雨都这么过来，咱们好歹是有感情的。夫妻一场，亲生骨肉。你们逼我下跪的时候，怎么不记得这些？从今往后，我不想见到你。来人，把他们赶出去！今日之内，所有拖欠的工资、物款全部结清。另外，每人额外补偿备刑资，昨日这件事件的歉意。太棒了！哎，秦总，你简直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！刚才的事情真是对不起啊，我们也是被那个沈梅和陆星川的人给骗了。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，我给您道歉，董事长，对不起。这次的事情不怪大家，时间不早了，都收拾收拾回家吧。爸，那个秦岚不会真的是秦氏集团董事长吧？这秦氏集团董事长，她确实是个女的，她竟然瞒了我们这么多年，她到底有没有把我们当家人啊？爸，那我们刚那么对妈，她肯定是不会原谅我们了。哎呀，爸！哎呀，好了，我不觉得他是董事长，他跟我一起生活了20多年，如果他真的有那么大本事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她只不过是一个只会做家务活的妇女罢了。瞧吧，我一定会戳穿她跟秦心妍的骗局。好啊！爸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现在那病秧子不在，咱们仨连饭都没得吃。过几天就是秦氏集团董事长的生日宴。那位董事将会首次现身。我看秦星妍和秦岚那个贱人还怎么装下去。只要咱们戳破了他的谎言，趁机扳倒他们，可以恢复到高管的位置，还能够爬到更高。靠谱吗，爸？放心，哪怕秦董事长是秦星妍的亲闺女，他也绝对不会允许一个出轨的荡妇冒领自己的身子。只要我们这次抓住机会，弄定他，我就可以爬到更高的位置。干妈，您的生日宴我都已经安排好，邀请了整个京城最上层的人士，以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烟花秀。生日而已，没必要搞得这么夸张。不，干妈，您的寿宴必须要风风光光，满城皆知。好。干妈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最爱吃大学校门口那家爆米花，所以我特意……哟，秦岚，这才刚离婚没多久，就开始出双入对了啊？人家都说了，狗不嫌家贫，有些女的呀，连狗都不如。爸，这位我是不是要改口叫秦叔叔了？秦总真是从小就缺爱啊！你们这一老一少玩的真变态。秦总，
真搞不懂你怎么想的呀？像我妈这样的女人有什么好的？不如考虑考虑我呀。秦心妍，这么一个我连碰都不愿意再碰一次的二手货，你竟然还如此天真！再让我听到你们侮辱他一个字，我不介意把你们全家锁进 ICU。你装什么神情啊？这个女人又老又……在我眼里，即使她历尽风霜，也仍旧是一个最强战士。陆平川，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。我既然能把你从秦氏集团开除，也能让你在京城毫无立足之地。我们走。秦岚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要在董事长的生日宴上让你们这对狗男女身败名裂。希望你到时候还能笑得出来。这次是秦氏集团董事长第一次露面，传说中京城首富呢，还不知道究竟长什么样子。是啊，能打造出秦氏集团这样的庞然大物，那定然是无可比拟的人中龙凤啊！秦氏集团确实是无可比拟的庞然大物，可是却出了秦星妍这样的废物总裁。秦星妍表面上是秦氏集团的总裁，实际上他背后风流成性，跟一个比他大10几岁的有妇之夫搞在了一起，而且他还挪用公卡伪造证据，陷害同事。你说这种脾性，怎么能担得起集团总裁的位置？是啊。哎，若真是如此的话，那秦氏集团的名声不就全毁了吗？是啊，秦氏集团往日里怎么能让这样的人掌舵呢？这个，所以呀，像秦星妍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把控集团，我们应该封杀他，抵制他，抵制秦星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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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你怎么还敢来参加这么盛大的宴会呢？啊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呀？啊，是秦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还是我那恬不知耻，只能靠着男人还给我戴了10几年绿帽子的前妻呀？陆平川，管好你自己！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会让你在京城彻底消失。哎，看这个女人恼羞成怒的样子，该不会陆平川说的都是真的吧？金兰，你以为你攀上了秦星妍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了吗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今晚董事长到场，我会把你所有的丑事全部公之于众。哦，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我有什么丑事？你和秦星妍的关系啊，全公司的人都知道，还有你们伪造证据来诬陷我。陆平川，陆平川，你被开除后心怀不满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你造谣生事，是要负法律责任。看来事情没那么简单。秦星妍，别以为你威胁我就能够掩盖事实。难道你和秦岚之间真的没有那些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吗？当然没有，我从小是个孤儿，是他给了我此生仅有的人生，给我的人生指引方向，是我的家人，我的母亲。编，你再继续编，我看等我把证据拿出来，你还怎么编下去？陆平川，你口口声声说我和秦岚的关系不清不楚，那我今天就让你以及在座的各位看清楚，这位是我的干妈，30年前她收养了我，给了我一个家，一个温暖的港湾。这份领养证明也是我干妈亲手办的，也就是从那天起，秦岚就是我的母亲。
我是他的儿子，从小他看着我长大，供我读书，供我创业。我的今天全部来自他。而你，陆平川，你不仅背叛，而且还用这种下作的手段污蔑我，真是可笑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秦总对秦氏集团这么忠心呢。是，这陆平川可真够无耻的，连这种关系都能扭曲。秦岚不仅是我的母亲，而且是我此生最敬重的。她为了家庭隐忍多年，可是还是有些人把她的善当作软弱。谁知道你那个领养证明是不是真的？你，陆平川，你现在的样子真是可怜。好，就算你们的关系是清白的，但是你也不能伪装成秦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伪造证据来毁了我的人生。各位，各位，我陆平川在秦氏集团打拼多年，从一个普通的员工，一步一步的爬到了总经理的位置上。我靠的是什么？我靠的是真才实学呀！而他，秦星言，他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权利，故意捏造罪名来开除我。这样的公司，他凭什么成为京城商圈的最高峰啊？是啊是啊，哎，说起来，陆平川确实在秦氏集团待了很多年，突然被开除，确实有些蹊跷。莫非这秦星爷根本就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高风亮节，完全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伪君子？对，说起来，这个秦岚，她之前真的冒充集团董事长，她现在竟然还面无可权站在这儿，胆子是真的大。董事会成员到。董事长，好久不见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个平日里只会洗衣做饭、身无长物的家庭主妇，真的是集团董事长？陆先生，刚才这一番自我介绍说的是慷慨激昂，我都想给你鼓掌。陆平川刚才说的那么义正言辞，结果现在成了上蹿下跳的跳梁小丑，我看他到底怎么收场。陆先生，你刚才说你是被星言诬陷开除的。是啊，我付出了那么多，现在才落到如此下场。需要我提醒你，你是怎么挪用公款、泄露公司机密的？哇，哎，想不到陆平川竟然干这种事儿。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？陆平川，这是秦氏集团内部的审计报告，上面清清楚楚记录了你所有的违规操作，还需要我当面念出来吗？陆平川，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被冤枉的，现在证据都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秦岚，别以为你找了个男人来这儿为你撑腰就可以颠倒黑白。我知道，你是不是也被他勾引了，所以才来陪他演这出戏？他怎么可能是集团董事长？陆平川，我原以为你只是才学平平，可好歹也坐上过集团高管的位置，没想到竟然蠢到如此程度。各位，容我正式介绍一下自己，我是秦岚，秦氏集团创始人，十分感谢各位愿意出席我的生日宴会。至于某些人的恶意诋毁，不过是跳梁小丑、拙劣表演，
他真的是秦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可这么多年，我们算什么？天哪，20年，他在耍我们！陆平川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告诉你我的身份吗？因为我知道你是个有野心的男人，你受不了别人说你靠女人，更受不了被别人嘲笑吃软饭。所以，我甘愿隐藏身份，洗手做羹汤，让你以为你的成功全是靠自己的本事。妈，你明明有能力让我们过得更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隐瞒那么久？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我给了你们最好的教育，最好的资源，我甚至暗中安排你们进秦氏工作，可你们嫌弃我没用，嫌弃我丢人，现在知道我是董事长了，又开始怪我隐瞒，真是可笑。秦岚，你少在这儿给我装白莲花！你明明就可以让我过得很舒服，你却眼睁睁地看着我在职场上累成狗一样。如今你才揭开真相啊！你分明就想羞辱我！羞辱陆平川，是你自己羞辱了自己。我给了你尊严，可你回报我的是什么？出轨、背叛，甚至纵容你的情妇和儿女羞辱我。你们不是一直嫌我这个母亲给你们丢脸吗？现在如你们所愿，离婚协议书签了，断绝亲子关系书也签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几人再无瓜葛。妈，我错了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不能那么狠心呀，妈！亲女儿，你让我给沈梅下跪的时候，把我当妈了。以前是我们不懂事，以后我们一定改，我们加倍的孝顺你。晚了，秦岚，你别以为这样就能甩开我们，一定会后悔的。陆平川，你要是再多说一个字，我不介意让你们全家在京城消失。来，把他们给我扔出去！什么白药？原来给我捐献骨髓的是秦岚，不是沈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你回来了，累不累？快吃饭吧。老婆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一定让你享清福。不用这么拼，咱们以后啊，什么都会有的。医生说，再找不到合适的骨髓，我可能就……别瞎想，会好起来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我有这么好的妻子，我就是一个畜生啊！爸给我们存了结婚基金。就准备啊，咱们得把妈追回来。她那么爱你，她冒着加速衰老的风险给你捐献骨髓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对啊，爸，你去求她，给她跪下来道歉。妈最心软了，之前我发烧，她都能守3天不睡觉的。
走，我去把他追回来。秦董，合作项目敲定，各项细节我们都非常满意。以秦氏集团的实力，就算在海外市场也大有可为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干妈，原本我们秦氏集团已经是京城商界最强，现在有你的加入，那市值更是要翻上好几倍。以前我总是想着，为了爱情、亲情，甘愿付出自我。现在，我只想做好自己。董事长，外面有几个人吵着闹着要见你。秦岚，你不能就这么丢下我们呀！陆平川，你们已经离婚了，没有任何关系。妈，我们知道错了，爸他后悔了，我们全家都后悔了。妈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，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陆平川，我给过你们无数次机会，以后我的余生属于自己。秦岚，你说过你会爱我一辈子，可你早就亲手把那份爱毁掉了。